跟楚涵订婚的前一天，我从窗户上看到他和秘书亲得忘我。我没哭没闹，扔了手上的戒指。他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，明天的订婚仪式要取消了。知道了这一次，我没再问他原因，他却愣了一下，罕见地跟我解释，公司出了点状况，我要出国一趟。他捏着我的手，吱吱，下次我不给你。助理适时的插话，夏小姐，楚总的行李在哪儿？我先拿下去，就不打扰你了。他看了楚涵一眼，眼神像是要粘在一起。卧室你慢慢收拾，我回家一趟，拿点东西。楚涵并没有挽留，只是让我早点回来。次日他出差，我订了出国的机票。楚涵还以为我会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等他，这是他第3次告诉我，订婚仪式下次不给我。从大学到工作，我和楚涵在一起8年。他说毕业就娶我，毕业后又总是以工作推脱。直至此生，我只娶你一个人，你跑不掉的。第一次订婚时，公司突发紧急情况，产品专利被人剽窃。化妆间我刚换上礼服，他突然告诉我订婚仪式推迟。第2次，他说工人出了事故，他必须赶到现场处理，否则影响公司声誉工作，是他永远的借口。这次临近订婚的前一晚，他又再一次告诉我，订婚取消。楚涵，我很想嫁给你，但我也不是非你不嫁。今天上午我和楚涵约好一起去试礼服，穿好礼服，沙发上却没了他的人，找了一圈。他在阳台上打电话，你真打算娶她了？我伏在墙上，电话里的声音十分清晰，也十分刺耳。楚涵揉了揉太阳穴，谁夏芝芝，当然不会。电话那头轻笑起来，你上学的时候为他痴狂，非他不娶，现在怎么犹豫不决了？难不成以前是装的？楚涵叹了一口气，谁知道呢？那时候觉得她美，是一个明媚的小姑娘。可是她说着，顿了一下，现在腻了，做一次都觉得恶心。我兴奋的心跳瞬间停滞。司令东，一盆冰水兜头而下，周身血液僵住，满腔的爱意变成一个笑话。那头的人笑了几下，声音扬起，那你还不快点把他甩了？你那助理可是年轻漂亮，娇软无骨呢，你可别告诉我你没尝过啊。楚涵顿了几秒，看向远处，留着在身边解闷也不错。别怪我不提醒你啊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。你这次还能找什么借口？什么借口并不重要，只要我说的，他都会信。那人调笑几句，有人喊他，就调侃着挂了电话。楚涵收了电话要离开，我跑到卫生间，扶着洗手池，镜子里的我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可眼神衰败，就像一个被冰雹砸碎的花。原来所有人都知道楚涵的求婚是假的，借口是编的，助理是贴身的，可他们每次见我都热情地喊我嫂子，本以为是认可，背地里却是无尽的嘲笑。我像一个猴一样被他们戏耍，被人看热闹。我申请工作调到国外，机票在3日后。次日，安宁的朋友圈全是他和楚涵的亲密照片，海边拥吻，摩天轮看夜景，奢侈品店大方消费。而楚涵的朋友圈就像他的借口一样，发的全是工作照。安宁在下面回了一个不满意的表情，别人只以为楚总带着助理工作辛苦，却不知是小姑娘在不满身边的男人不愿意想，她一样把他发在朋友圈里。安宁一个刚毕业的清纯大学生，只想让自己的恋爱有人知晓，所以她早就加了我的好友。发的朋友圈
从来没有屏蔽我，甚至带着炫耀的意味。下面有很多人评论，连楚寒平时那些好兄弟都在评论调侃。楚少跟小嫂子玩得挺开心啊，年轻就是好呀。我直接点开键盘，在下面输入郎才女貌，景美人也美，嘱咐楚总注意节制原本哗啦啦的评论，顿时像水浇灭了火，没了声音。过了一会，楚寒留了评论，小丫头没出过国，一时兴奋，多拍了几张。楚寒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，他给我发消息，安宁只是入乡随俗，学了外国的礼仪。你这么说话过分了，小丫头一直担心，怕你生气，你去把留言删了，向他解释一下，否则他该睡不着觉，难过一夜。我忍不住嗤笑，助理生气了，没什么比老板哄一哄好得快。楚总怀里的美人应该没事了，若我没猜错，安宁现在正趴在楚寒怀里撒娇哭泣，就像前晚我离开后，他趴在他怀里揽着他的腰哭泣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惹芝芝姐不开心了？楚寒细心擦掉他的眼泪，抱起他清晰的监控里，那晚他们在我准备的婚房里一夜缠绵。这句话似是惹恼了楚寒，他再次打电话过来，我接了他，开口就是训斥夏芝芝刻薄，只会让女人变得丑陋，更加令人生厌，更加他真是用了一个好词，再次让我知道他心底原本的厌恶可是楚寒。你更让我觉得恶心安宁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姑娘，不像你年纪比她长。心机深沉，我问他楚总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楚寒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那话说的模棱两可，叮嘱助理注意老板身体，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只有心虚的人才会想多，才会气急败坏，率先发问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占了优势。理直气壮，我淡淡道，还是你做什么心里有鬼？才反应这么大，楚寒还没说话，电话那边传来一声娇弱的声音，还带着哭腔，对不起老板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不要跟芝芝姐吵了，我现在就把朋友圈删了，以后再也不发了。楚寒撂下一句狠话，油嘴滑舌，既然你还不知错，我们的订婚典礼无限期推迟，安宁一个小姑娘都比你懂事。说完没等我说什么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我紧紧地握住手机，因为用力，指尖泛白。楚寒的话有恃无恐，每次和他吵架，都是我先示弱服软，心疼他工作辛苦，不想让他回家，也处在麻烦之中。在他心里，只要他结束所谓的工作行程，回到家，冲我摆一个脸色，冷脸跟我讲话恩赦一样，给我一个眼神，我就会哄着他，甚至做一桌好吃的求着他吃，甚至连他的兄弟都说我离不开他。夏芝芝跟楚哥吵架，不出3天，肯定会示弱求和一个女人做到这份上，真是绝了。坦白说，开始是真的羡慕楚哥，看多了，他真像一个猴一样，怎么戏耍都不生气，却也可以不把他当人看。哈哈，我讽刺的笑了一笑，原来一切都早有迹可循。要是楚寒尊重我，他的兄弟怎么可能敢当面跟他说这样的话？因为真正把我当猴看的，就是他。只有我一厢情愿的沉浸在爱人的喜悦里，我可真是活成了一个笑话。后天的飞机，我在公寓收拾行李。这间公寓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他们移民国外前给我的礼物。楚寒曾多次劝我把公寓卖掉，反正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这间公寓，空着也是空着，老婆就是，还得让你费心时刻想着来打扫它。我心疼，我说着答应，但到底还是没舍得卖。
也是现在唯一庆幸的是，这间公寓没卖掉，否则吵架连去的地方都没有。公寓里全是我的东西，只有几件是楚涵送我的。楚涵送我的东西全是在大学的时候，虽然不贵，但意义非凡。毕业之后，楚涵再也没有送给我礼物，不管是生日还是情人节，再也没有过过。他总是工作忙，忙着加班，忙得连饭都没工夫吃。爱人之间一旦有了缝隙，这条缝隙下面连接的是无尽的黑渊。他是真忙这些，还是在忙别的什么？我翻看安宁的朋友圈，这2年每次的情人节、特殊节日，他都会晒一张甜蜜的礼物照片，以及一个男性的人影笼罩在他身上的照片，像是在保护着他。我鼻腔一酸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砸在他送我的那本相册，全部是他追我时的偷拍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环境。那时他或许是真的爱我，毕竟这些照片拍得这么美，但现在这些照片的存在变成了他背叛的证据。我拿来一个桶，一张一张抽出来，每一张都是真挚的回忆。点火烧掉很久之后，楚涵心红着眼，又送了我一本一模一样的我，冷冷地看着。甩开终究是变了，调职手续办完之后，我给几个好友打电话，工作调在我爸妈居住的国家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估计是不会回来了。爸妈出国前想带我一起走，可我为了楚涵留了下来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在这儿，我想陪着他。妈妈虽然不舍，只是叹息一声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，后悔了又怎样？乖女儿，他要是欺负你，尽管到爸爸这来，爸爸替你收拾他。餐厅里朋友们都奇怪地盯着我，真是稀奇，我们夏芝芝小姐竟然请客吃饭。你的楚大总裁呢？放你出来了，你不围着他转了。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所有人都知道我爱楚涵，爱的心里只我有他。他说回家想第一眼就见到我。我从来不参加聚会，朋友邀请我总是找理由推脱。渐渐的，他们也明白，有活动从来不叫我，或者只是客气的打趣一下今天的楚总和夏芝芝小姐又有约。我郑重的向他们宣布，我要出国了，已经申请公司外调，去国外的分公司，所以这一顿饭是特地请你们的。他们忽然表情沉重，小心的问道，你和楚涵怎么了？我克制住鼻腔的酸涩，忍下泪水，不打算再围着他转了。他们愣了一瞬，笑起来，嗨，正好咱们姐妹在一起，不比那些男人香吗？他说着，端着酒杯凑近我闻起来，确实相比臭男人香多了。他们抱着我，芝芝，我们永远都在许久，没有这么痛快的喝酒了。因为楚涵不喜欢现在去，他的不喜欢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他们喝得有些微醺，对姐给你找最好的凤凰，不好找没毛的男人多的是。他说着便端起酒杯，在餐厅军训，一圈姐妹给你找个好男人。方雅很快锁定目标，端着酒杯过去把人拉了过来。咋样，比楚涵好不少吧？桌上其他姐妹都看过来，眼神迷糊，顿时眼睛都闪着光，感叹一声，颜值确实高，脾气还好，被方雅拉来都没生气。我还算清醒歉意的扶过方雅，她冲我温和一笑，可是桌上似乎有认识的半晌看清她，一个机灵，酒也醒了不少，连忙一把拉过她，醒醒，出事了。小雅，你老板方雅明显喝多了。我老板那不更好，有颜有钱有身材配我们芝芝。够了，
我连忙把方雅按在凳子上坐下来，他却牛劲一样噌地站起来，指着他老板，手机拿出来，快加个联系方式。方雅拿起我的手机，就把联系方式加上。他酒醒之后会不会想叨了自己男人，并未不耐烦，反而看着我拿起手机加了联系方式，还给我发了一个打招呼的表情，好久不见。有一个姐妹神秘兮兮地凑近我，吱吱说，不准真有戏。她刚才坐在那，就时不时转头看你，小雅拉她过来，她也一直盯着你，挨我晕乎乎的，努力睁眼看向她，非常明确，不认识，但还是友好的打了个招呼。饭局结束后，我们在餐厅门口又见面了，因为喝酒不能开车，就打车被风吹了一会儿。方雅的酒也醒了一点，哀默的嚎了一声。看到他老板出来，连忙只生姐妹牺牲那么多给你找来的男人，你要是没抓住，真是对不起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豁出去了，拉着我就喊住他。老板笑着说，副总忙吗？副总停住脚步，看着他不忙。方雅笑，我们都喝了酒，没法开车，芝芝跟我们不顺路，你送送他。傅云看向我黑色的眸，有种我读不懂的情绪。多谢。坐在副总的车里，看着外面的倒影，我解释道，小雅喝多了，您别介意，夏小姐还真讲礼貌。副总哼笑了一下，忽然把车停在路边，转头看向我，我一脸疑惑，夏芝芝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茫然地看向他，想着或许是之前有什么业务往来，我给忘了掩饰似的笑了几下，怎么会副总大名如雷贯耳？我怎么会不记得你？副总脸色更沉，看着我，视线离我越来越近，能闻到他身上的气息，感觉到他的呼吸。我有些不自在，想推开他，却被他一把攥住手腕。那我是谁？我愣住，他又问，那我如雷贯耳的大名叫什么？这样的压迫让我投降，抱歉，我吞哼了一声。傅云我却感觉到他掌间的热度传到我的手腕，不自觉地向后躲了躲，他坐直身子，重新启动车子。别再忘了，坦白说，即使他告诉我，我也没想起来他是谁。可腕间的余热似乎被封在那里，一直散不去。酒精的作用让我的自控力下降，从副驾驶看过去，他那张冷脸，五官格外分明优越的下颌线，记忆像串台的节目，痛苦被放大。楚涵和他助理在我们婚房的缠绵，喘息国外的那些照片车停在公寓楼下，到了我，靠近他，呼吸打在他的脸上，上去坐坐。傅云攥住我的手腕，停住我的动作，向前一倾，黑色的眸子盯着我，可以看到他轻颤的瞳孔。怎么做？低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，带着掠夺式的压迫。我心头颤了颤，有片刻的清醒算了。成年人的话不需要说的那么清楚。我抽回手，刚想说多谢你送我回来，刚开口却被他堵住。猝不及防，大手抵在我的后脑勺，加深这个吻带着强势和迫不及待。我意识渐渐迷离在我快要喘不过气时，他松开我，抵在我唇间，说了句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傅云准确地找到我的公寓位置，打开门还在玄关，迫不及待吻了上来，撕扯我的衣服，最后抵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在紧急关头，他停了下来，看着他隐忍犹豫的眼神，抱起的青筋，我直接揽住他的脖颈，吻了上去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对待一个珍宝。我盯着他，按理说这么帅的男生，我不可能记不清。
但我已经累得不想说一句话，想问的话也没问出口，眼皮很沉，只想睡觉，外面一直响的电话也没接。明天还要赶飞机，第二天醒来时是在卧室，浑身干净清爽，公寓里早就没了傅云的身影。昨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身上的感觉还存在。我低头嗤笑一声，果然男人都一样，但傅云这个人还是有点素质的。客厅干净整洁，昨日的凌乱被收拾干净。明明是我主动的，心底空落落的，就感觉这世界上被抛弃的只有我一个人，眼泪不由自主掉了下来，滴在地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随意擦了一下。订好的车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换了身衣服，拿了收拾好的行李下楼，刚刚好司机师傅到了。再也不见这座我付出了整个青春的城市。坐在车里，外面的景象一直向后流动，直至看不见，就像曾经发生的一切，有人向前走，有人还停留在原地。此前我一直沉浸在楚寒大学时对我的关心，大雨天给我买药，送到宿舍楼下，春节的时候跨越千里到我支教的地方给我过年，也迷恋他对我的告白。那日海边的求婚，他颤抖的手，通红的眼睛，我以为是他最钟情的告白，是一生的誓言。但人哪有总在原地踏步的，我拿出手机，删了楚寒和傅云的联系方式，短暂的相遇，是报复，也是放纵。直到半个月后，国内的一个陌生号码打给我，夏芝芝，你在哪听出是楚寒的声音？我很意外，依照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很生气，但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。桌子上的东西你应该看过了，祝你安宁小姐幸福。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你是吃错药了，芝芝，我工作很累，真的没时间，总是哄你安宁，都不和你计较。之前的冒犯你倒是得寸进尺了，你应该识字吧。订婚的戒指就留在信封里，我们分手了。我听到电话那头长舒一口气，听起来很疲惫。芝芝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挂了这个电话，我不会再给你打了。我气笑了，原来我以前在他眼里那么卑微。他给我台阶，我就得感恩戴德，顺着台阶往下走。所以他没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收到消息，既然你想出去玩2天，也好自己注意安全。但是夏芝芝，你得告诉我你在哪儿，乖，别让我担心。恶心，我把这个号码也拉黑。要不是这个号码用了很长时间，和朋友同事之间的联系都靠着这个电话号码，在出国的那一天就把它注销了。没过几天，国内的朋友忽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楚寒到处找我，都找疯了。凡是和你有关系的，他都打电话问了一遍，我只觉得好笑。他但凡去我公司问一下，就知道我出国了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连我在哪工作都不知道。因为我的工作，在他眼里可有可无，根本不重要。但是除了那几个朋友知道，我出国的朋友也没几个。我跟他说别理他就行。可楚寒的兄弟给我打电话，语气急迫，嫂子楚哥出了车祸，情况紧急，现在在医院，你快来一趟。我心里下意识一紧，说去找你的小嫂子吧。我跟楚寒已经分手了，他的一切都跟我无关。我爱楚寒，也尊重他的兄弟，曾经也是真心对待他们。可是他们却欺骗我，看我的笑话，跟着他一起耍我。电话那头的人噎了一下语气，善善嫂嫂子，我那是开玩笑的。你以前把楚哥看得比命还重要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气没撒出来。
你就趁这个机会互相给个台阶下了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他说的想当然，似乎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，我就要感恩戴德。明泽，我平静地告诉他，订婚是他为了给安宁出气，要彻底取消的。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已经有新的男朋友了。怎么可能？他忽然大声说出来，谁不知道你舔？不是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芝芝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笑了一下，无所谓的补充他未说完的话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楚涵的舔狗，所以他肆无忌惮的出轨，你们高高在上的包容，跟着他一起骗我。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强烈的撞击声，像是什么东西被砸碎。爱来不来，最好永远别回了。是楚涵的声音。明泽劝他，楚哥，你别激动，芝芝就是还在脾气上。以前哪一次他再大的脾气，不都是先跟你和好的？你告诉他，明天不回来，以后就再也别回来了。我可以原谅他一次任性，也可以包容他2次，但次数多了，就是不识好歹了。楚涵哥哥，你别动气，夏姐姐也只是想让你多多在乎她嘛。我笑了一下，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告诉明泽一个现实，你要是没事，就看看我朋友圈吧。朋友圈里是我跟一个金发碧眼、五官深邃的同事合影。他虽然长得高冷，但是性格开朗，夏芝芝他敢。楚涵看到照片之后，脸沉的都能滴出沫来。安宁劝他，他却猛地甩开了他的手，随即像是意识到什么，在他错愕的眼神下，缓声说道，天色晚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楚涵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那张照片的2人明媚的笑容。夏芝芝，你有种最好别向我服软。他让明泽给他办出院手续。楚哥，你伤还没好，死不了，他是真的出了车祸，只是没说的那么夸张。楚涵换上自己的衣服，夏芝芝，你会后悔对我这个态度。他让人直接停了我的卡。在他心里，我的工作无关紧要，挣不了多少钱，可有可无，打发时间。我整个人都是依附于他而活的。他给了我一张无限额的卡，随便刷，要是没了，我看你还能不能惬意。但他要是仔细看我给他留下的戒指和信，就知道那卡我根本没动，干干净净的呀。在下面，自从来到国外，最开心的就是我爸妈终于能够一家团聚。但是最开始的日子，他们对我越好，我就越愧疚。竟然为了一个男人，放弃了养了我20多年的父母。我按部就班的工作，没想到在国外见到了第一个熟人，傅云，他竟然成了我的甲方。办公室里，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像是从来不认识我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做好本职工作，工作交涉的差不多，我送他们出去。傅总，您慢走。傅云落后了别人几步，他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，可是这笑却不是善意。傅总他看着我伸手关上门，一步一步压制着我。夏经理吃干抹净了，就不认人了。他凑近我的耳朵，温热的气息一下又一下洒在我的脖颈。你那时候可是叫我阿云的。他那时候明显暗示着什么？过去的记忆猛地袭来，我被他激得羞愤，伸手想打他，却被他一手握住手，被他包裹在掌心，带到自己的胸口，眼神紧紧地盯着我。为什么拉黑我？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有几分脆弱的感觉，委屈又倔强。凭什么想起那天他悄无声息地离开？我说给副总解除后顾之忧，免得副总以为我赖上您，给您增加烦恼。他沉沉的目光碎开，低声说了句，你从不是我的烦恼。芝芝，我好不容易等到你，
怎么会我好笑？傅总那天跑的可是比兔子还快。谁跑了？他忽然急了，我去给你买早餐。回来家里人去防空，我愣住，没想到是这个原因，你真是气死我了。我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。他红着眼睛问我，你朋友圈里的那个人是谁？他还能看到我的朋友圈，我明明把他删了。傅云看出我心里的疑问，说道，方雅，刷朋友圈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老板竟然偷看下属的朋友圈。同事听到外面有催促我，连忙说，你快出去，被大家看到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现在都解释清楚了，你不应该给我个名分吗？他脸上竟然染上一丝红晕。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惊恐万分，猛地推开他。什么名分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上次的事是意外，你忘了吧？他不出去，我出去。傅云并不着急，他让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先加回来。他工作要求很严，每天都打很多遍电话。不过傅云的手机回的也很快，都是秒回。想起以前给楚涵发消息，上午发的，到了晚上都没回。问他原因，只说忙忘了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可是他接通了，只聊几句工作问题，就带入别的话题。夏经理下班有空吗？没空，要加班。过了一会儿，好了，我已经跟你老板确认过了，今天不需要加班，芝芝下班我来接你。我没回他下班的时候，傅云等在我公司门口。我很奇怪，傅总待了这么久，国内业务不忙的吗？他打开副驾驶的门，我已经申请调到这里工作。我吃惊想到什么，我调到这里，他也调到这里。傅云我一本正经看着驾驶位的人，握着方向盘的手腕，袖子半卷上去，肌肉分明。我鼓足勇气说道，你没必要这样，你要是累了。傅云打断我的话，芝芝，给我机会，给我一个让你重新认识我的机会。傅云带我去了他家，家里特意请来的厨子，刚好做完菜。记得你以前很喜欢吃粤菜，这家最有名的就是粤菜厨子，是专门从广东来的。我是喜欢粤菜，但楚涵口味偏重喜欢川菜，所以我常做的菜就是川菜。为了适合他的口味，不扫兴的陪他吃我吃的胃痛，常常在吃饭之前先吃一粒胃药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喜欢吃粤菜，可是他怎么知道？我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，傅云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他一副伤心的样子，就知道你把我忘了。他推开一间房门，先我一步进去，打开灯，我惊呆了，你什么时候拍的不对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从小学到大学，他甚至比楚涵拍的还要多，还要细致，还要每屋子里全是我的照片。他忽然戳住自己的鼻子，像猪八戒的鼻子，冲着我说，笨猪，猪，就知道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你还说以后要娶我，要罩着我一辈子的我。忽然一个机灵，想起来了，是你我曾经幼儿园同学，小学同学，初中一半的同学。傅云小时候有轻微的自闭症，不和别人交流，脖子上就挂了一个相机，但无奈摊上我这个同桌，每天话多的烦人，连我爸妈都说我能不能消停点。下课后我还拉着傅云出去玩，虽然他只是跟在我身后，但硬生生被我聊笑了。开口说话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笨猪猪，我把他揍了一顿，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笨芝芝，因为我不小心打翻了牛奶他妈。那天大包小包拎了很多零食玩具来，我家还有青着脸的傅云。我爸妈一脸莫名其妙，以为我又在学校闯祸了，伸手刚要收拾我，
他爸妈笑得合不拢嘴，多亏你家闺女。我儿子终于开口说话，我爸妈愣住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把傅云送到我家来玩。上小学、初中，刻意安排跟我一个学校。可是初中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一天不告而别。说到这事，我很生气，你自己一声不吭的离开，还好意思说我忘了你？他连忙解释，办理退学手续那天，我给你留了信的，我说了让你等我，等我以后嫁给你。他说是彩虹色的信封。哦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当垃圾给扔了。傅云说，他爸妈带他移民国外，他特地参加了国内1年的交换生，来到我的学校。可是你那时已经跟他在一起了，就差一点。他红着眼睛看着我，吱吱，你知不知道我那时候有多绝望？我恨自己来晚了，要是能再来早一些，你就是我的。所以他说道，自己心里最阴暗的那一面，我每天都盼着你们分手，甚至特意制造误会，让你们分手，可你就是爱他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没想到我和楚涵那几次差点分手的误会是他导致的。印象里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他颓败地说道，我真的无计可施了。直到交换期结束，我妈催我回去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不想跟任何人讲话。妈妈请了心理医生，国内又传来的消息说你很幸福。后来我就想着，你幸福就好，我远远地看着你也知足了。可是他对你不好，芝芝，他小心地看着我，我没有很坏，是他对你不好，我才出现把你抢走的。看着他眼里的小心试探，我心里不是滋味，捧着他的脸，傅云，谢谢你。曾经他让我和楚涵出现误会，但这次是楚涵自己背叛了我们的感情。谢谢你惦记了我这么多年，他说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轻轻吻上他颤抖的唇腹，云温热的呼吸萦绕在我耳边。芝芝这次心里只能想我一个人，极致的爱护，小心翼翼的喊着我的名字。我意乱情迷，只能感觉到身上的滚烫。他忽然停下来，芝芝我是谁？我羞耻难以说出口，咬着嘴唇，抑住声音，摇着头不回答他。他忽然用力，温热的手掌抵在我的背上，说我是谁？傅云克制的额头渗满汗水，身上的肌肉紧绷。我亦被他折磨得流下眼泪，最终败下阵来，喊出他的名字。他这才低头吻我的鼻尖，满意的攻城略地。最后的结束，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低声一语，芝芝，你是我的，这辈子都不许离开我。楚涵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，一直到他生日那天，我都没有出现示弱认错的迹象。我留在桌上的东西，除了他简单看了一眼，还待在那里。但这次，他发现了那张被他冻结的卡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烦躁地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，身前的酒瓶也东倒西歪。这时门铃响了，他黯然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连忙去开门。你还知道回来后悔了？楚涵哥哥娇滴滴的声音带着委屈。楚涵一愣，怎么是你？安宁的神色僵了下来，但他很快就平复好心情。你很久没联系我，也不接我电话，我有点担心你。楚涵低头苦笑，连你都知道担心我，可是他呢？没良心的楚涵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安宁的手放在他脸上，青涩的胡茬显得他特别憔悴。他躲开他的手，转身进屋。我没事，你走吧。安宁委屈你，是在等夏姐姐吗？她不会回来了，她连工作都调走了。楚涵猛地转身，盯着他，你说什么？楚涵的样子让他有些害怕。
她的工作调去国外了，而且她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她沉声问道。夏姐姐朋友圈发的明泽哥也知道。楚寒扬起手中的酒瓶，猛地砸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被摔得四分五裂碎的玻璃碴反弹，回来擦过她的皮肤，也在安宁的脖子上擦出一道血口子。安静被吓得小声啜泣，向前抱住他。楚寒哥哥，你别这样。我害怕他让安宁翻出朋友圈给他看。看了一会儿，原本满身戾气的神色松了下来。不是我见过他爱人的样子，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他的男朋友。明哥上次也给他看过这张照片，但是他当时心情不佳，只以为夏芝芝在耍小性子，等着他哄，并没有仔细看。但现在他反而笑了一下，让人配合你演戏。发这张照片不就是想等着我亲自去找你吗？行，那我就亲自过去给那个台阶下来。楚寒简单一查就知道我的工作地址，同时跟我打了一个电话提了醒，说有一个男人来公司打听我。听他描述我就知道是楚寒，但是我并没有在意。挂了电话我还想继续睡。傅云的胳膊穿过我的脖颈，猛地把我往怀里带，后背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，阴哑的声音贴着耳朵，想起你还在。我很困，不想跟他说话，可他却非要一个答案。身体贴得更紧，他要是来找你，你会不会跟他走？他手上不老实，我也没了睡意，按住他的手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捏了捏他的耳朵。傅云，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他目光炙热地看着我，在我耳边低语了2个字。我羞恼地推开他，所以现在你依然认为我会跟他走？他不语，只是看着我，答案显而易见。我耐心耗尽，掀开被子，穿衣服离开。费心的感情只会让我心累，我不想再在一段感情里浪费时间。如果双方观念不合，离开就是哄着一个人，我试过太累了。你要是这么想，结果未必不会如你所想。我还要上班，先走了以后别再见了。扯开他拉着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本以为这段关系就此止住，没想到下午下班时，傅云还在那个地方等我，甚至怕我离开他，看到我的身影就跑了过来。芝芝，我来接你下班。傅总，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你没必要费这心思讨好我。他直接拿过我的包，拉着我的手向车的方向走去。芝芝，我们只是没把事情说清楚，又不是不在意了。走到车边，他看着我，对不起芝芝，早上是我犹豫了。他十分认真地说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你要是选择他，我就再把你抢回来。芝芝，不是我犹豫，只是我不敢。甚至你在我怀里，我都不敢相信那就是你。每次夜里惊醒，都要看着你才放心。傅云交换生回去之后，在知道夏芝芝和楚寒感情稳固，他很幸福的时候，曾劝着自己放下。爱一个人是要看到他幸福。即使后来他特意回到他的城市工作，也只是远远看着他，从来不曾打扰他。每一次看到他冲着他笑得开心的时候，心口都是针扎一样疼。当知道他们感情出问题的时候，那克制许久的情绪再也压制不住。傅云牵着我的手，芝芝，这一辈子我只认准你。我看着他，没想到他会说得这么直白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在人来人往的大楼前面，楚寒这个与当地格格不入的声音吸引了路人的注意。傅云将我护在身后，看着楚寒，神色冷下来。夏芝芝之前是外国男人，现在又换成亚洲男人了，你真是为了做戏
什么都不挑上了。好吧，你赢了，我认输。楚寒快步走过来，伸手就要把我拉过去，就像以前拉我的手一样。但这次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走过来的那几步路是格外艰难的，伸出的手是在颤抖的，正如他说，夏芝芝，我知道你爱人的样子，也知道你不爱的样子。我向后撤了一步，傅云一挥手，直接打开他的手。楚总公共场合这么大声，可不是有素质的表现。楚寒冷笑了一下，傅总拉着别人的未婚妻，可不是有道德的人。芝芝过来，傅云和楚寒在商场上有过交流，两人竞标一块地，针锋相对很多天，最后傅云的实力和魄力远大于他，拿下了合同。其实在傅云的想法里，纯粹是不想让楚寒好过，但是楚寒不好过，夏芝芝会伤心，所以只能做一些让他痛一下，但无伤大雅的小手段。出来楚寒，你的脑子是被门夹过了吗？听不懂话，我已经告诉你，还告诉你兄弟很多次。我们结束了。我笑了一下，恭喜你，无限期延迟订婚的心愿彻底达成，不需要再找借口了。楚寒愣了一下，瞬间脸色苍白。芝芝傅云心底松了一口气，轻蔑地看着楚寒。傅总追着别人女朋友可不是一件好事，不过我还是要多谢你放手。傅云牵起我的手，明目张胆的在他面前炫耀，否则我这辈子要抱憾终身了。看着面前紧密结合的手，楚寒明明心里在意的要死。夏芝芝明明是他的，他们只是吵了一架，可是他竟然不来哄他。没关系，他已经亲自过来了，但是他还冲他甩脸色。夏芝芝机会只有一次，我可以哄你，但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没再理他，拉着傅云上车。我累了，我们走吧。傅云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嘴角都是带着笑意，完全不是刚才刚见面那样的小心翼翼。而我也没有想到再次见面是这样，楚寒会真的找来，没有无所谓的寒暄，也没有释然的放过。楚寒红着眼看着车越行越远，终于认清一个事实，夏芝芝这次真的不一样了，她不再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。他咳嗽一声，都紧张得不得了的夏芝芝了。他出国前，明泽提醒他，楚哥芝芝这次好像不是在开玩笑，也不是在跟你闹脾气，他好像认真了。楚寒猛地喝了一杯酒，不会的，芝芝永远都跳不出我的手掌。明泽看他这个样子，欲言又止，说真的，你前几次确实做得过分了。芝芝是一个女孩子，心思细腻，不是感觉不到你的变化，但是她爱你，所以一直包容你。楚哥不是他离不开你，是你离不开他。你生活中处处都是他的影子，你的衣服是他买的搭配的，他自己有工作，却担心你的身体，不忘每天给你煲汤。明泽问他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把他放在心底，当作可有可无，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？楚寒愣神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人都是有心的。话止于此，他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离开即使这样。楚寒来的时候依然信誓旦旦，他都亲自来哄他了，他什么气都该消了，大不了以后多关心关心他。但是他忘了，没人会在原地等他。楚寒想了想，夏芝芝这么生气的原因，不就是他取消了订婚仪式？他离开就是在嫌弃他道歉态度不诚恳。那么他答应他娶她明泽，在夏芝芝工作地点附近包了一个场地，要向他求婚。夏芝芝这么想嫁给他，这次能满意了吧？
他让人把夏芝芝骗来。粉色的气球，香槟玫瑰，铺满过道英俊的男人，在那头捧着一大捧鲜花。看到的人全都在欢呼祝福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看到楚寒时，直接转身就走，他却快步向前把我拉住。夏芝芝，对不起楚寒，跪在我面前，以前是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，这次我不给你。他满眼温柔地看着我，瞧，多么讽刺。我嗤笑一声，楚寒，原来你也不是盲的，连这点时间都抽不出来。老婆以前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一定抽时间来陪你。我闪开，可是现在你跪在我面前。我只觉得恶心。是他刚要说什么，傅云过来直接一拳打在他脸上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来找他。楚寒沉着脸抓着他的衣领，傅总管多了吧，我和我未婚妻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楚寒，你放开。楚寒震惊地看着我，是他先对我动手的。夏芝芝，你真要护着他？我烦了，我不护着他。护着你？他是我孩子的爹，你是我什么人？出轨的前男友？他们两人同时震惊地看着我。我继续看着楚寒，你没听说过最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吗？尤其是你这样的。楚寒笑了一下，夏芝芝，你为了护他，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，我才是你应该关心的人。你关心他？你以为他真的在乎你我们之间的事情？他知道吗？知道你跟我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为我洗衣做饭，你跟我夜夜。啪的一声，我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。楚寒，我后悔认识你，我气得手都在颤抖。傅云把我护在怀里，冷眼看着楚寒，我只后悔没有早点找到他，没有早点把他从你那抢回来，平复好情绪。我挣开傅云的怀抱，楚寒，我说你恶心，你是真的恶心。我翻出他打电话的录音，谁知道呢？那时候觉得她美，是一个明媚的小姑娘，可是现在腻了做一次都觉得恶心。楚寒的手在颤抖，脸色苍白。芝芝，我可以解释。我接着打开当晚婚房那段录像。楚寒踉跄了一下，脸上毫无血色。楚寒，楚大总裁，还需要继续看吗？他想夺过我的手机，却被傅云挡住，又给了他一拳。人渣，你让我恶心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还有你卡里的钱，我没动过一分，不要再高高在上，冲我端着态度。我不是你养的金丝雀。楚寒的脑子像被人狠狠打了一锤，不知道人群是什么时候散的，到处都是原本在他眼里褪去了大学时的炙热。两人在一起的支撑是对彼此毫无保留的爱。楚寒给了夏芝芝一张卡，无限额的卡。不仅如此，他给了她身为楚太太的一切身份，除了那张证书，在他心里，他一直认为他是那个掌控者。夏芝芝是依附于他而存在的，毕竟我给了他这么好的生活享受，所以他哄得我是应该的。楚寒以为夏芝芝心里也明确知道这一点，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心甘情愿给他洗衣做饭？他知道他不爱吃辣，但每次还是陪着他吃。与他能提供的美好生活相比，这点辣算什么？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忘记他的生日，连情人节也忘记。瞧，就算我忘记他的，但夏芝芝从来都不会忘记我的。这么听话的女孩子留在身边也不错，但是他直至今日才想到夏芝芝对他好，哄着他，照顾他，跟那张卡，跟他口中的物质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唯一原因就是他爱他。夏芝芝收回他的爱，他才意识到，原来他身边的空气可以这么冷。
冷得他都无法呼吸了。傅云带走我后，小心的把我送上车，才小心翼翼的问我芝芝，是真的吗？什么他有些急孩子，你说孩子是真的吗？他是我的，与你无关。傅云拉着我的手，从兜里拿出一个戒指，跪在地上，芝芝嫁给我吧。看着他殷切的表情，我淡淡的说道，不嫁傅云，越挫越勇。每次都找机会向我求婚，但是我怕所有的感情最开始都是炽热的，但是时间会慢慢消耗一切。最后傅云带着我爸妈和他爸妈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。芝芝，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我，那你愿意娶我吗？你以前说过的，你要娶我的。妈妈说，傅云这孩子跟楚家那小子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不准欺负人家啊！我和傅云在国外定居，父母都在这边，每年都可以团圆。刚生完儿子的时候，明泽给我打电话，芝芝，楚哥真的知道错了，他已经把安宁开了，你要不就回来吧，楚哥愿意把全部财产都给你。傅云大声道，谁在乎他那仨瓜俩枣，我的老婆只能花我的钱。明泽，我结婚了以后，他的事情不要打给我了。晚上一个陌生的号码从国内打来，我正在喂儿子，只听见傅云在那边幼稚的说道，你找我老婆啊？她正在我怀里抱着我的儿子呢。我真是三生有幸，能够遇见我的老婆，更幸运她愿意给我生一个儿子。只听见傅云在这头自顾自的说，电话那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最后毫无征兆，像是躲避什么似的挂了电话。我知道是谁以后不相干的人打电话就不要接了，国际电话浪费电话费。傅云亲了我一下，都听老婆的。儿子百日宴的时候，国内寄来2箱孩子用的东西，傅云口上说都是朋友的心意，但是我没看见的时候他扔了，哎呀，找不到就算了，反正我们家又不缺这些东西，老婆宝宝都饿了。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楚涵，只是偶尔会从相熟的朋友那听说楚涵现在酗酒可凶了，还说什么那本来该是我们的孩子，听说安宁被赶走的时候很狼狈，楚涵摔了他的手机，他故意发那些东西给我看，却专门屏蔽了楚涵。他嘲讽安宁，这么不安分想上位，你配吗？什么东西？安宁当时就被吓得脸色苍白，声音也不佳了。楚氏，包括和楚氏合作的企业都不许录用安宁这个人。可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楚涵怎么样都是他自作自受。傅云一直坐在车里，耐心等着我跟朋友说完话。老婆想吃什么，老公给你做。我看着他英俊的脸，忍不住调戏了一下，吃你给吗？他拉着我的手附在他心口，